宣圣谕。御史一案查实为冤案，于前追封民国公释忠义建济乐堂，以使百官效仿。涉案官员一律革查，绝不姑息。李宗旭视郡王身份，敛财无度，暴虐无法，使夺其爵位，其家产皆没入国库。御史案民女皆被时任通泉县县尉杜良勾结流寇残害，又为海夷平灭口而枉死。今告示天下，并府亲眷年前百贯，以为御史案罹难者在天之灵。令科举、举贤皆为推举人才，堪为国本，断不可任人唯亲，专权独断。诸公须以御史案为鉴。朕颁新令，其一者，科举不可问出身，往后皆行胡明制，考察人才，绝舞弊授受之陋习，并以殿试相辅。朕当亲临测问，纳贤取士。其二者，武士场成效甚丰，令广推武举，选拔武将，以拢四方豪杰。其三者，下至平民，莫论尊卑，若自恃有才，皆可他荐或自荐于朕，以士官之期考察才干，贤明者留，以成千秋朗日清风。陛下英明。那么多年了，御史案才得以昭雪。真不知道那个叶平安是怎么熬过来的。只是可怜了那个陆丹心，就被海一平给逼死了。是啊，太可惜了。霓裳，霓裳，你约的正好，我有个好消息。我要回圣都了。为何如此突然啊？我们之前写的曲儿被徐氏相中，今日特地来下帖，让我们在徐老夫人的寿宴上献唱。你此时离开，岂不是可惜吗？周真，我很喜欢这段与你谱曲写词的日子。不过这些词曲是否被人相中，我真的并不在意。如今圣都有我放不下的事，有我忘不掉的人，我必须回去。抱歉。你无需感到抱歉。徐氏那里，我会去解释。霓裳，我等你回来。那我若是这一去不回来了呢？我依旧会写我的词，只是没有了你的曲，终究是有些可惜。好，你既也视我为知己，来日若有缘，我们必会相见的。丹心，彩莲，我们赢了。知道这个消息，你们会开心吗？努力了这么多年的事，终于了结了。快点！哎，你慢点啊，彩莲。啊，公母租的这个房子也太好了！哎，这个树我喜欢。这个店儿以后就放张桌子，咱们可以下下棋，品品酒。自从御史案之后，我们就远离故土，不能回家。因为有你们，我再一次感觉到了家的温暖。从此以后，这就是我的家，是我们的家。通泉县已经回不去了，往后不管我们谁先死，其他人就把他埋在城外的东郊竹林，怎么样？埋哪儿都行，就是别在我坟前哭哭啼啼的，热都睡不着觉。呸呸呸呸！屁股还没坐热呢，什么死不死的？哎，丹心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老说话那么晦气，瞧瞧你戴的什么话头啊！姑母说的对，丹心说错话了，我们得罚他弹马奔儿。
海一平在狱中自缢了。他一个那么在乎名节的人，以这种方式了结自己，也在意料之中。你啊，现在在圣都也算出了名了，大家都敬你犯案除奸的勇气。你的安心馆门口，我看就要门庭若市了。以前医馆门可罗雀，人人都说我是巫女，现在却都说我应有。善名与恶名，孰真孰假，重要吗？对了，海一平的家人，放心，圣上并未迁怒于他的家人。听说海老夫人要带着海燕离开圣都了。哎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还是回老家不合适啊。行了，就此别过吧啊！走吧，就此别过。平安，这是我在扬州新买的胭脂，还没试过色。来，你帮我画。我，那我可手生啊。平安，我在扬州听说了御史案发案一事，便即刻赶了回来，一路打听，才知道我离开圣都之后发生了这么多事。都怪我之前不该走的。若是我留下来，你和丹心或许……没有或许，这件事与你无关。好在御史案发案后，丹心的污名已被洗清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丹心是为了揭露海一平的真面目，才选择了这一步。平安，如今一切都结束了，你打算怎么过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2日我总想起过去。御史案发生之后，我就憎恨自己的一切，整日浑浑噩噩。后来我遇到了阮琴，看着她饱受新兵折磨，在我面前跳下了悬崖，
让我意识到心病之痛不亚于体疾。自此，我决定利用自己的天赋，好好学习医心之术。我虽治好了许多人，却始终无法原谅自己。直到遇见丹心和采莲，我才有了赎罪的机会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决定这辈子都耗在御史案上。御史案一日不昭雪，我就一日不罢休。现在，御史案突然了结了，可采莲和丹心却都不在了。平安，如果没有你，冤案昭雪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。你也是受害者，没有人会再怪你的。那你呢？还要继续留在万国乡吗？我也没想好。这阵子不见，你又瘦了很多，先别想着医人了，好好照顾自己吧。臣袁绍成向陛下请罪。你是御史案平反的功臣，有什么罪啊？臣位尊圣谕，擅自参与调查御史案，觉察城门一事后未能及时奏禀，故臣有罪。你是没能及时奏禀，还是不想及时奏禀？前有李宗旭，后有海夷平，你自作主张违逆圣意，朕对你一再容忍，到时你得寸进尺。陛下是明君，常言大局为重。臣以为，无论是沿案或是御史案，都事关百姓，皆是大局。朕问你，在你的心里，还有朕这个君吗？民乃陛下之子民，陛下爱之，则臣当爱之。臣以为，忠民就是忠君。哼，好一个忠民就是忠君！海夷平常在朕面前说，古之为政，爱人为大，民为社稷先。你们近日往来甚密，连说话都像了。陛下，言的事你就不用再管了，日后除传诏外，无需再来回话，就管好你大理寺分内之事吧。是，臣遵旨。少卿，御史案后，圣上有提对你的犒赏吗？没有。考公司评定已经结束，好些寒门升了官，你分明办了大案立了功，却丝毫没你的份，圣上也太偏心了。这圣都四四方方，犹若棋盘。可我不会做任何人的棋子。你先去忙吧，我还另有去处。好。康平王，袁少卿，你这是？上次芒沟人修天圣塔一事，还未来得及向康平王致谢，此番前来，特意感谢康平王出手相助。修塔本是江作间的事，怎可劳民伤财？不必言谢。上次康儿带冰糖糕回府，你有心了。尽是些力所能及的琐事，康平王若是喜欢，晚辈荣幸之至。来得正好，跟我去趟梅相府上。海夷平走错了路，生死有命，梅阁老切莫太过悲伤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我的学生，他呀知道思危思变，但却未学会思退。退这个字，没有几个人做得到。审案之际，晚辈未能替海公做些什么，
当请罪才是。你秉公办案，何罪之有啊？你对叶平安怎么看？此女手段变幻莫测，好在圣上还未重用她，就罢了她的职。你看啊，庄子说：“去德之类，达道之赛。”叶平安做到了。叶平安可以摒弃虚名，顺应人性，从而布局。大才。可惜啊，圣上却不予任用。哎呀，这才女可惜喽。圣上要真是不想留她，早就把她逐出圣都了。哎，你看我画的这个卷人，耸眉搭目的，越看越像李仆夜。说起李仆夜，此次圣上新政下来，他一声不吭啊，这不是他的作风。这些新政若是早颁布，那势必会引起士族的强烈反对。圣上时机掌握得好，先是重查御史案，来个敲山震虎，然后再颁布新政，便无人敢言。哎呀，李氏一族如今都求自保，会安静一阵子喽。御史案，少成是立了大功的，可此次考功却没给他升调。梅阁老，你我共同推荐少成为尚书右丞，如何？晚辈资历尚浅，怎能得康平王与梅阁老此般赏识？怎么浅了？那王重道既无寸功，又无尺长，他都能做太常少卿，你为何不能？圣上令，择事不问出身，谁敢违背圣上的旨意？康平王说的有道理，少成出身可非一般呐。不过现在尚书右丞是个香饽饽，这个时候举荐少成，恐怕会有人不服。阁老的意思？给徐陵吧。妙啊！徐陵是前朝徐相的孙子，身世好，可自视甚高，做事急躁，易出错。明白了吧，少成？委屈你得再等1年了。晚辈本就不敢奢望，岂有委屈之谈？你30有4了吧？显儿的性格与你相合，又同朝为官，平日里可以多来往嘛。哎呦，少成啊，看来不久你要有一位岳丈了啊！谢康平王器重。丰饶盐铺今日降价，数量有限啊，先到先得。这盐价骤降了3成，不知道明天是什么价了。你多囤点。哎呀，放心吧，这个王老板可不同意那个人面兽心的李善人。他昨天在那个商行立誓，说这个盐价只会降不会涨，所以不用买那么多。那太好了。你要不要囤点？家里还有，手脚都麻利点儿。这都城的官盐转售之权已不在李氏手里，这样一来，盐价应该不会再涨了。但愿如此。圣都是清静了，但近来河南道一带流寇作乱，他们直接去商铺、盐井抢盐，摇身一变就成了私盐贩。一时之间，朝中竟无人能治理。平安，我看你思绪不宁，身在圣都，却好像被囚于牢笼之中。你有没有想过该出去走一走？我不走。于我而言，哪里不是牢笼？
海一平自尽了，但我总觉得这背后还有什么。我想继续查下去。你是不是有意不想让自己停下来，或者说没办法停下来？听我一言，试着像寻常人一样去生活一段时间，哪怕几日，换一种眼光去感受市井百态。当你感受到新生活的乐趣，不管曾经发生过什么，都轻若鸿毛了。若依旧如故呢？那就再去争，再去斗，也不晚。无论如何，你要给自己喘息的机会。好，这几天我按照你说的去试试。但我了解自己，就像你说的，我可能真的没办法让自己停下来。彩莲，担心，担心，你别走。显儿的性格与你相合，又同朝为官，平日里可以多来往了。哎呦，少成啊，看来不久你要有一位岳丈了啊！你是？你活得不错呀。你有何事啊？
我心中有郁结，可惜谁也解不了。不如你先说出来听听。10几年前，拜你所赐的郁结，你能解吗？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知道那些恶人是怎么一件一件的折磨我吗？还有那场大火，空气里都是人肉被烤焦的味道。若不是我被关在最后一间房，小心找到了逃出去的机会，我也会被活活的烧死。我连着伤口剧痛，硬生生的填过。我现在这个样，连我自己都觉得满意。是的，我看到了御史安的口。 原来你就是当初的那个女孩，你还成了声名远扬的新一。你活得这么好，可我却被毁了一生，活成了半人半鬼，凭什么？你活在这世界里，我就痛苦你。 你为什么还活着？你为什么不去死？ 平安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昨夜没睡好罢了。好凉。这样，我去煲点补气血的汤药给你，你可得给我都喝了啊。好，我一定都喝掉。怎么样？ 想好日后做什么了吗？我还是喜欢唱曲儿，今后打算自己谱曲填词，过自在日子。好。少成是个办事踏实的人，姚公日后可要多多照顾。晚辈敬姚公一杯。既然你被康平王如此器重，又有武舍人垂青，我想你自然有过人之处。说不定何时我等要向你好好讨教了。不敢当。哎呀，少成一表人才，未来可期。那我等就提前恭贺康平王了。诸公，请慢走。好，少成，回吧，回吧。显儿，明日是你母亲寿辰，你带上冰糖糕，让少成陪着你去看看她吧。女儿近日实在公务繁忙，脱不开身。康平王可知道，其实显儿也爱吃这冰糖糕。她小的时候不爱吃甜食，可现在变了，也许是因为她心里惦记她娘吧。原来如此，这世上还有你不愿意面对的事情。没想到袁少卿还是个细致体贴之人，想必明日母亲也会满意的。还是你们俩头脾气，我念叨100句，不如他1句。
真没想到，堂堂康平王妃，竟然住在这样的山间小观里。怎么，很奇怪吗？堂堂大理寺少卿出身盲沟，才叫稀奇吧？哼，那你为何愿意与我这出身盲沟之人结为夫妻啊？婚事于我而言，可以是一桩交易，你情我愿便可。袁少卿，能明白吗？母亲，素玄真人。晚辈少成见过素玄真人。他是我未来的郎君，我的事，真人从不过问。但我想在成亲之前，还是应该带他来见见你。你许久没来了，山下近来可有何趣事？有，上阳宫旁有一棵枯树，已有100年树龄。工部商议将它移除，却未料在这深秋时节，它竟重发新芽。都说这是祥瑞之兆。你可知树与人有何相似？树能重生新芽，只因埋在地底的根须未亡，人心亦应如此。若是违背心意，反其道而行，就会像那树，没有了根，很快凋零。朝来暮往，名利转瞬成空。不论婚事还是其他事，你的选择都要从心而为。显而明白，时候还早，我们陪你用了饭再走吧。不必了，粗茶淡饭怕你们吃不惯，下山去吧。平安，平安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事跟你说。这不是医馆的租契吗？拿它出来做什么？你今后有了打算，我也想换个活法。这医馆我不开了，租契就交给你了。那你要去哪儿啊？游历山川，做回我的游医。这算什么事儿？我回来了，你反倒要走了。你有你的人生，我也有我的。回头你去给彩莲和丹心扫墓的时候，替我备一份祭品。那袁少成呢？也不说一声。我们本就是萍水相逢。什么时候走？今日。怎么这么急？越慢就越舍不得，不如干脆点。我才刚写了首《晚来春》，你还没听我唱过呢。那你现在唱给我听。见君独
上高楼去，古门东望不是春。芳草千里连暮云，风吹阳关一半生。山前山后英雄路，勿忘前番过。